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呸！贪污腐败倒沙土啦！高雄大峡每天200车次，持续挖了5年，填了5年的废土，结果明搞天不可思议，拖，反正每一次只要大事化小事就可以化无，是不是？你民进党不是很喜欢发细胞简讯吗？不是很喜欢通知大家吗？现在气爆事件发生，漏泄不通知，爆炸不通知，烧起来也不通知，那请问你什么时候通知？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高雄我老家最近都没有好事，3大案：电厂气爆、大峡谷挖山头。首先高雄气爆，这就是高雄的标准新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光是第一段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高雄会烂，你就不愿意坦诚面对你自己。明明是气爆，跟你说燃气机组火灾。再来，为什么这边说台电表示2月新商转的1号机将配合停机安检？第一个是陈其迈要求，第二个，当初你在做测试的时候有没有具体落实？是不是因为没有具体落实，才导致这一次的火灾跟气爆？再来最扯的事情，新达燃煤4号机组早在去年就已经没有燃煤许可。夜里熊熊大火照亮天际，浓烈的黑烟不断窜出，不时还有爆炸声响，厂区内员工连退好几步。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就连好几公里外都能清楚看见一团火球。发电厂传出火警，附近住户简直吓坏了。9号晚间8点左右，现场爆炸声不断，厂区陷入火海。但附近里长透露，下午3点就曾闻到异味。火势在大约半小时左右扑灭，幸好没有任何人受伤。经过环保局检测，空气品质也符合标准。但附近住户人心惶惶，市长陈其迈接到消息，也驱车前往厂区了解情况。不过明月难平。这个报道里面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关键，为什么现场人家说4点多就是闻到阿莫尼亚的味道，结果台电的说明说7月28号并网发电，你是不是把测试阶段就提前来做并网发电？7点57侦测到天然气外泄，59分关闭撤离人员，先切断天然气，所以8点5分起火到40分钟扑灭前，主要是管内的残余天然气。那我就问前面放氨气，是不是在做氨气一个管道内的漏气测试？那如果是照他这个推断，是不是下午做测试的时候就已经发生气体外泄事情？当地的里长在问，结果你高雄市政府没什么回应，台电不做说明，到这里还在想做掩盖事实吗？你怎么不坦诚前面4点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高雄副市长林清龙那边讲虚惊一场，被人家呛很嚣张。我跟你讲，高雄官员都非常的傲慢，所以这态度是对的吗？你看这个眼神泄露了嚣张的本性。盐田里的里长柯南烈痛批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通知居民？居民误以为受到飞弹攻击。电厂的角度也是站伫你的角度，咱是讲有法为尔，咱没讲说这个老百姓我就行。所以高雄市政府跟整个台电到底在做什么？林清龙是嚣张没错，台电更嚣张。曾文生说台电有强调空间，整个电厂火柱冲天，结果你第一时间周边的社区，你不但没有通报，没有撤离，甚至爆炸了你还不告知，你泄露就该告知，3个小时之后也没有要出来说明，所以到底在做什么？高雄市的官员，你这个气爆事件从头到尾完全失灵。你民进党不是很喜欢发气爆简讯吗？不是很喜欢通知大家吗？现在气爆事件发生，漏泄不通知，爆炸不通知，烧起来也不通知，那请问你什么时候通知？拖，反正每一次只要大事化小事就可以化无，是不是？那你看陈其迈那死皮赖脸的态度。另外我还是要再三的强调，能源的区域正义非常重要，各县市要用的电应该要自己负起责任。到这个时候了，陈其迈还在怪外县市，还在怒抓风灾高雄扛不公平，除了会震怒你要干嘛？除了推卸责任你要干嘛？摆一副死人脸好像说替高雄人叫不平，在讲什么鬼话？那请问平常在做公安劳安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落实？你陈其迈出来说话，你以为大家没有听过那些故事吗？那表都坏掉了，还可以照样继续抄，讲这种话就是在推卸责任。那陈其迈真的就是胖，这攻击他胖是不对的，他真的过得蛮爽的啊，从头到尾鬼色泽，真的是嚣张跋扈。你花那么多时间搞政治斗争，你有在认真治理痛事吗？整个高雄永远是这样，各种掩盖，不是就切割。陈菊跟陈其迈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甚至连派系都不同，做出来的事情一模一样。就是我今天作为一个高雄人，恭喜在，心是很痛的。
空拍高雄大峡谷挖成这个样子，在哪里也够凶？你下面干凶？每天200车次，卡车持续挖了5年，填了5年的废土，结果没人搞。我的天，不可思议！这公然挖了这么大一个洞，就在旁边没有人看到吗？还不止一桩，美浓溪的水源中心处竟然被回填重金属剧毒就，所以居民就气愤表示：我们是在喝毒水吗？没人查，政府就装没事，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自来水系统，全村都靠这个社区煮饭生活。我的天，你看你在2025年的今天，台湾竟然还有没有自来水的地方？当代版掩耳盗铃，只要不准拍就 OK 了。军方解释，这里长期以来就是反潜直升机的训练空域。你确定吗？反潜直升机不是该去海上训练吗？各位乡亲，他们在这里训练反潜直升机，怎样？山坡是波浪，共军的潜水艇会在山区里面潜水，还是因为美浓有3点水，所以也可以反潜？还是这又是阿共仔阴谋？还是潜艇会飞起来？就这种事，说有军事机密，这附近就一个炮子部而已，这有多大机密？太扯了，这简直是令人匪夷所思。这种话，高雄市的军方你敢讲出来？那谁不知道你高雄的军方跟高雄市政府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今天高雄这事情真是无法无天，黑幕重重。也无怪乎每次出事就靠震怒来掩盖消息。再来，国防部强硬回击民视新闻，又是三明治。国防部以新闻稿驳斥本频道提出的美浓禁飞到底是为了什么样的军事安全盗采概念？结果失败第一点，偷换概念。国军以执行演训为由扩大无人区红线，明明是质疑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下禁飞令，你却说我以演训为由，堂堂国防部就是在扭曲言论。第二，逃避关键问题。旗山美浓从1982年就划设为训练空域，现在因应无人机范围越加广泛，考量飞航安全，在2025年6月25号距飞行前提出申请。问题不是在何时划定空域，而是2020年就已经划下来的民用法无人机的专章。到了2025年，国防部仿佛突然之间我要禁飞了，你过去5年你是死掉了吗？去年被拍了，今年爆出来，突然之间就禁飞了，这么的巧合，你民进党贪到这种程度啊，你真当大家白痴？所以清廉勤政爱乡土，结果贪污腐败盗杀土啦！民进党呸，动。青鸟一开始还来袭高雄有你，真的是一种耻辱。高雄被挖了一个大峡谷。我跳出来揭发，帮忙传播，我变高雄耻辱，人家就说当时 we care， 今日 who care， 事实上是 care。好了啦，再怎么努力帮腔，高雄这局就是阿北赢定的，柯震早出局了，这是完全是反串，打脸青鸟，反共台派，还要反串，你还是回去看高温片，还高雄人，所以高雄人连正确资讯都没有搞清楚，马上被他呛，盗采砂石，市府说2022年就知道了，大树区种光电，2023年知道，大树区非法掩埋场，2020年就知道了。知道了就怎样，就震怒，除了震怒还会干嘛？所以我们澄清弄了一张图，有事就推，没事就吹，市政良药超暖出包谢泽株式会社暖爆震怒丸，肠胃不是吃震怒丸，市政出包就吃震怒丸，真是超级无敌神，你就继续震怒吧，反正陈其迈除非震怒来干嘛？暖男就只会震怒，改成正男好了啦。所以这事情陈其迈死皮赖，完全没有要反省的意思，敢做这种事，有够嚣张。这几个事情的揭发，有一个人居功厥伟，柯志恩，所以柯志恩在这件事情上连续打中压第一。民进党说开始放话，柯志恩急了，因为柯志恩最近连续几波都打中了要点，包括新达火力发电厂，第一时间柯志恩队就抵达新达电厂做收证，并且做监控的动作，避免民进党继续熬。再来大树的山头又是柯志恩来踢爆的，这个是2019年被倾倒污泥旧案已经结案，现在有人去检举大树还在挖，还在倾倒废弃物。结果高雄市政府竟然回答是已经开罚。如果没有柯志恩踢爆这美浓大峡谷的事情，你民进党会出来再处理吗？还有继续追这个永安区事情。所以这次高雄的连三大乱，它是一乱接一乱，也就是它是积累了非常多已经成年的旧案，一口气一起爆上来。其实对于这一次民进党来说，它是很有压力的。陈其迈等于是盖不住我的震怒丸，怎么会继续震怒？因为陈其迈靠的是掩盖真实讯息，掩盖高雄的坏消息在过火啊。原本柯志恩在踢的时候，其实关心的也不多，可是随着高雄市真的是状况越多，大家事实上对高雄现在的信心跟耐心是越差了。但是这个必须要一路至少要报到明年8月左右，进入选战白热化，不断的创造地方体性，因为南部地方媒体站都差不多，只有好新闻跟没有新闻。
所以要很有计划、持续性的把这个议题给串联起来。那这个很考验柯志恩团队还有整个国民党操作议题的能力。